今天来实际操作演示一下从菌包到产生蘑菇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当菌包的菌丝生长到一定的程度，再开始诱发它产菇。所以会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什么时间这个菌丝的生长就够了；第二呢是如何来诱发它产菇，是什么条件？那今天会以我这里面是两种菌包，一种是杏鲍菇，一种是灰色品菇，以这两个品种为例。下面呢，我会把这些菌包搬到外面的桌子上，因为这个是我菌包生长的一个空间。这菌包都搬过来了，所以一共是6个杏鲍菇，6个灰色品菇。那先来看一看说，什么时间吧？到这个菌丝生长到什么时间就算好了？这个是元月31号接种的，今天是2月7号哈，所以这是1个星期，生长速度还是很快的。那你看这个菌包的上半部分，这个有袋子，袋子里面有氧气的部分，还有特别是这上面也有这个半透膜，能够有空气交换的。那这个上半部分就长得很好，而且你看到这里面已经有白色的菌块了，这是第一个指标哈。这个蘑菇上方有氧气充分供应的地方已经有白色菌块。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菌包的周身，你要是翻过来看这个底部呢，现在还完全没长好，这个没关系，你只要它这个菌它是从这上面是氧气很多很充足是吧？从上面往下长到这里，差不多有3/4啦，有4/5这个位置。待会因为我们是要在这里开口的。只要有开口的地方，你开口的地方是长满了菌丝，就是安全的。假如说你开口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培养基的地方，那个时候你用剪刀开口就很危险，所以这个培养基就容易在空气中暴露，产生杂菌。所以说这是2个指标：第一，这上面已经长满了菌丝了，有白色的絮状物；第二，这个菌丝已经长到这个底部了，快到底部了，有你可以开口的地方，这就好了。这是什么时间？对杏鲍菇也是一样。杏鲍菇这个是元月30号，这比刚才那个早1天。然后你看它这个底部也都长满了，所以它生长速度也是很快的。它这已经全部长满了，然后这上面也有白色的絮状物。所以这也是差不多到时间了。那下面怎么处理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灰色品菇吧，因为杏鲍菇很简单，杏鲍菇比它比较简单多。那对灰色品菇的做法就是，我们先来以1袋为例啊，我把它调低一点，就是把这个菌口啊。这个用剪刀剪一个口出来，这个剪刀其实没有必要消毒，因为这上面都已经长满了菌丝，而且这个部分待会我会把它压在底下，就剪一道口，就是能通气就好了。顺便呢，你有个垃圾袋旁边，这个时候你把菌包呢可以把它翻一翻，倒立一下。很多时候，假如你这个菌包水分很多，这里面会有积水。假如有积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把它这么抖了，把这个水让它让它流出去，因为过多的水分也不好。再把这个菌包把它包起来，让它准备产包呢。第一步就是把这个菌包把它这上面空的这个部分把它折起来，把它有这个半透膜的位置把它折在下面。这有个讲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半透膜假如说你是这样折的话，折在上面的话，
这个菌丝它在这里面长，它会通过这个半透膜会长出蘑菇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呢，蘑菇又不是你所要的位置，所以会有浪费。那我们做法一般就是把它像这样子，把半透膜折在底下。那刚才的口不是剪在这边的吗？口是剪在那边的，所以我就先折这边，这么折。最后呢就剪口的这个位置。这个目的呢是为了最后的你这么压的时候，它的空气都被你压出去了，不至于说外面的空气通过你这么挤压，然后挤到菌包里面去了。那把这个菌包，你就是 upside down 吧，就把它这么就放好了。这是为什么在上一期实际操作做菌包的时候在接种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最后这个地方你接种完了，把混合了，把这个地方要把它理一理理平呢，目的就是当你这么翻过来的时候，这个菌包这么放，它是放在台上是稳当的，不至于倾斜。所以剩下的这5个菌包都如此处理。这个菌包都这么对折，包起来处理之后呢，下一步就是来跟它开口。开口就是为了诱发它产菇了。那当你开口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找一下，刚才不是说你需要这个菌丝长满吗？开口的地方最好是有要有菌丝长满的地方，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两边，选一选，像这一面哪一面长得更好一点，一个是看哪一面长得更好一点，那另一面呢就是看哪个是平的，你希望平的呢是比较方便好开口的，像我这个就是这边长得好一点，而且这个呢稍微平一点，所以就是这一面，那这个呢是可以把两就把它摞在一起。下面一步就是把这个要开口的地方呢，跟它做一个表面的消毒，给它喷点酒精，来把它弄好一点啊。下面就是把它表面70%-90%应该消个毒。当然，平时我操作呢，我是消毒之后呢，我会让那个酒精自然干燥一下。干燥个半个小时啊什么再来操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空档，我们先说那个吧，杏鲍菇吧。杏鲍菇诱发产包就比平菇要简单。这个因为杏鲍菇的生产，它产菇对氧气要求不高。相反呢，它是需要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所以我的处理呢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把它放到低温环境，因为杏鲍菇它是需要低温的这种环境来刺激它产菇的，到时候它产生杏鲍菇，很可能是你期望的，它从这上面产，那当然是最好，但也可能呢是从这个周身，从这底下到处都有可能。那个时候，当你杏鲍菇它产菇的过程要比平菇、比这个 Green Oyster 的要慢得多，因为它是低温刺激，所以在低温下它也长得慢一些。所以你就要起码等上2个星期以后，当你看到时不时检查一下，这里面有这种像乳头状的凸起的时候，那就是它在发生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比方说在这里发生，就把这里可以剪一点点小口，剪个口子，把那个 cluster 把它露出来。当然这个环境还是要放在这个塑料棚里面，因为塑料棚里面的氧气是不流通的，所以 overall 在塑料棚里面的氧气浓度还是很低的。虽然你把这打开，有一点点氧气诱发它产包，但是氧气浓度不高。所以才能产生出很漂亮的杏鲍菇出来。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杏鲍菇，你会发现它
到处都有。那这个四面都有，上下这个表面、底部，在那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你不要试图说让它长很多出来，你大概选几个3到4个，不超过4个，长得比较健壮的部分，你给它开口，让它长。假如是出现在上面，你可以把这个菌包上面给它开口，把它打开一点点，不能全部打开。下面我到我garage我们去实际操作一下吧。这些菌包我都要拿到garage去了，一会儿。那现在不拿，我们先到garage看看我已经收获的菌包是个什么样子。那我这里就有一个棚子，大家看见我这个棚子周围都有水蒸气，这个是喷雾的效果，把这个雾气喷到这个塑料棚里面的，所以它这里面的水汽很大，相对来说氧气浓度就很低。你看我这个是前面已经有视频介绍过我收获的杏鲍菇了。其中有一个我称过是收获了2.8磅，但是现在我们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我当时讲的开口的原则哈，像这一包我就没有从旁边开口，看到没有？虽然这旁边也有一些小的凸起，当时没有从旁边开口，当时是从上面开口，所以收获的杏鲍菇呢是从这里收获的，从这一段。收获了几只大杏鲍菇，但是现在你看它从旁边开始产生新的了。什么是新的？是老的。你看新的是很白，生命力很强。那这个是老的它要死掉的，看吧，这都萎蔫掉了，所以这也可以把它采掉，也可以就由它自己去去腐烂掉就好了。但是它假如说你看到它在长霉嘞，你也可以把它拔掉。那像这个就。你看，是当时开口是在，这个也是在从上方开口，然后从这旁边也有开口，从这旁边也有开口，在这里有点空间有点狭小，看不清楚。对，这旁边有开口。总而言之，就是你看在哪里有产生很强的cluster 的出来，你就在哪开口。你看现在这个在它重新生产的时候，我看到这底部。产生了一个很大的 cluster， 所以我又把底部开口。那现在是因为已经产过一包杏鲍菇了，这也是顺便讲一下这个产菇的过程当中的管理吧。对于杏鲍菇，不光是除了这个在鼻上给喷水以外，我在这个装了一个铝盘里面，你也可以装在任何一个容器里面，底下放了一点水，然后把这个杏鲍菇底部也打开了一下。这样子，杏鲍菇可以补充水分，因为蘑菇生产过程当中，它会消耗这个菌包的很多水分，它再生产它还是需要水的，所以，这是杏鲍菇给它补充水的办法。那对于平菇呢，就是平时在家里是给它喷雾的，这个呢，我一般不太主张对着杏鲍菇喷雾，所以是主张把这个水分通过菌包让它吸收上去。这就是杏鲍菇的管理哈。一般来说，专业种植蘑菇的杏鲍菇只收1茬就扔掉的。那我这个呢，可能收获2茬，第3茬我也会把它扔到土里去。前面我也有视频，杏鲍菇在土壤里面也去，有很好的收成。请大家参考我前面的视频。那刚才呢6包，我就会把它拿到这里，放到这地下，因为 garage 嘛。它还是跟外界的温度结合比较紧密，外面晚上降温，garage里面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它甚至说，你说哪怕温度到0度、到1度、2度，这个对杏鲍菇都是很好。它需要一点低温环境来刺激它。下面我们就来给这个品菇，灰色品菇给它开口做处理。其实这个菌包从菌包生长到最后产菇，它的本质是一个从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的一个转换的过程。那在这个期间，营养生长是需要黑暗，到生殖生长的时候，它就需要有光的刺激，需要有氧气的刺激，而且温度要求不一样。
那所有的鱼样生长的温度都是在摄氏25度是最好，25度。但是呢，生殖生长像杏鲍菇就要低温。那品菇呢，这个20到25度，20到22度，应该这样说。我这种品菇，还有像猴头菇，那就是18度到20度，所以不同的，当然温度条件不一样，但是在菌丝生长期间都是一样的，都是黑暗加上25度的温度。先说一下人家专业的种菇的人，他们怎么开口哈？开口的目的是让这个开2个 window， 开2个口，让这个地方的菌丝接触到直接接触到外界的空气，也就是氧气的诱发，让它从这里开始让它这里的菌丝最开始分化，然后产生分化产生蘑菇。我们来看看，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吧，这就是浅蟹的根，在这里开口。那现在已经，你看这上面有多少的这个蘑菇已经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你在哪里开口，它就在哪里长。这个和杏鲍菇是不一样的，杏鲍菇它对氧气要求不高，它可能是我刚才讲了，它可能是在菌包的任何一个位置长出来。那这品菇呢？这个灰色品菇，还有很多的蘑菇都是这种方式，你在哪里开口，它从哪里开始成菇。那专业的做法呢，它是把这上面画一个 Z 字形，就直接拿刀片这么画的。那它当然它的那个很多，它那个蘑菇包更多，所以就那么简单做一下就可以。但是对于我们个体种植呢，我就做的比较精细一点。第一，我会消毒啊。我的剪刀会消毒，我的手会消毒，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是就这么划一刀子，但是我呢，原来也是剪一条口，就是剪一下。但后来我发现，跟它不光只是剪这么一条口，我现在剪一个试试看啊，你用这个剪子比较尖的位置，你把它挑起来，把这个塑料。尽量的不要让它，尽管你的工具是消过毒的，但是你还是尽量不要让它戳到这个培养基里面去。你看，这就把这个剪了一条口出来了。当然，剪到一条口划破一下还不够。那我的做法是继续把它剪出一道口子，剪出一道大概是宽2到3毫米这样一道口子，这样子。它就有更大的，你看这剪出一道，把这个一点点塑料膜剪下来了，就剪出一道口子了，宽2到3毫米，所以这是跟专业蘑菇种植不一样的地方哈。因为你就是蘑菇不多嘛，所以蘑菇包不多嘛，所以你就处理的比较精细一点。那就是示范了这么一下啊，剩下的就不再示范给大家看了。但是操作就是这样子，把每一个菌包都给它剪那么一道口子。这样子剪了口子之后，你就要把它放到所谓的生产房里去了。所谓生产房就是放在有湿度控制的，也有光照的，还有也有一定的氧气的这么生产房。那假如说你没有所谓的蘑菇生产房怎么办呢？你就把它放在这种 open 环境下，像我这样也可以。我这个是dinner table 了，你就放在这里，白天跟它喷水。刚开始剪了之后。不要立马喷水，因为你怕这个喷水把这个杂菌带进去。你要等个1天2天，或者是你刚开始你可以跟它套一个罩子，套一个纸袋子，套个塑料袋子都可以，给它保湿就好了。但是白天呢，你还是塑料袋子是要有透光的哈，它需要光线。那在开了口之后，差不多要1个星期，它才会看到这种蘑菇原迹的发生，就是我们刚才这样看见的。当你看到有蘑菇原迹发生的时候，你对于品菇，我就是把它拿到这个室外，拿出蘑菇生产房了，就不在，因为那里面湿度很高，但是氧气不够，我就拿到这个dinner table上面来。白天呢是时不时给它喷水，晚上我是用一个纸袋子给它罩住，保湿。特别是当这种菇蕊还很小的时候，
这个已经不是那么怕干了。当它很小的时候，你不注意它保湿，它很容易干掉的。我看我这边有没有这种干掉的例子啊？有。今天没有一个长得很好的，正好是那个生长阶段的，没有这样的例子哈。像这个长得形状不是很好，实际上也是有干燥的嫌疑的。那像这个也是有干燥的痕迹，就是浇水没有及时的。那像这个就是长得比较发育比较正常的。那这个产菇之后的后期管理就是这样子，它第一次你看到这个，有蘑菇小菌包出来，你把它拿到产菇房外面，总而言之就是跟它那个多接触氧气吧，平时跟它喷水，然后到后面你会看到这个菌丝慢慢的把刚才这个底部不是没有那个吗？这个底部不是没有长满吗？是吧？这后面你会看到它逐步整个底部都长满了，而且呢。在你收过一茬蘑菇之后，它会在这个收获的这个，我们看这个吧，看这是收获的是吧？它就会在收获的这个周围，又开始分化出新的蘑菇原基。你看这里看得到，这个是已经，这个是曾经采过这个是原来开口的地方啊，这个已经收获过，应该是收获过2茬了。我这次没做记录。但是呢，你看这周围又开始发生了，所以它这个过程就是慢慢，一个逐步扩大的一个过程，然后下一步就是这么大，再下一步呢就是这么大，最后这个菌包产生过4茬之后，差不多整个这一面都全部打开了，当然最后产量也就不那么高了，据我的观察，这个菌包这个品种，这种种植方法，产量最高的是第2茬。第1茬呢，它只是说就像这个样子，产几个，大概1、2个大的，或者是3、5个。那后面呢，最多的时候就是一个 cluster 能够产20个。到最后第4茬的时候，整个菌包可能就发个7、8个什么，产量就都不高，而且菌的形态也不那么漂亮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可以把它埋到土里了。所以这是。灰色评估，从菌丝培养房到蘑菇生产房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全过程的介绍，还有也顺便说了这个杏鲍菇，它和这个评估的是不一样的。那今天这个视频又有点长哈，希望我们对大家有点帮助吧。好的，今天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